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只是浪琴的康卡斯系列，这是我们昨天到店里的手表，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做一个分享。这是我们店里第一次收到这只表，感觉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新颖。那这两只表唯一区别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左边这只它是钢链的，右边这一只它是橡胶表链的，这是它唯一的区别。其他它的表径、它的材质、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来为大家详细解说一下这两只表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这只手表，这只手表是它的钢款系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表的颜色，它内外都是橄榄绿，做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新颖。这个颜色跟我们大家所喜爱的绿水鬼的颜色如出一辙啊，颜色做得非常的漂亮，在旋转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反射点，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只表它的表圈，这只表圈它用的是陶瓷表圈，跟以往旧款的康卡斯不太一样。以往旧款的康卡斯它做的是金属表圈。那陶瓷表圈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不但美观跟它非常亮眼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防刮功能非常好，就是你不太容易去造成这个手表的刮伤。那以前旧的金属的来讲的话，你一旦刮伤了之后，就很难去把它再复原了，这是一个问题。那新款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盘，它在3点钟方向放了日期窗。接下来6、9、12，它都是用大的阿拉伯数字呈现，所以整个表你看起来它的平衡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上面跟下面所呈现的给我们的资讯是什么？上面是标题，就是浪琴的一个 logo， 它下面写的 automatic 跟30 bar， 这两个就是告诉你这只表是机械全自动的机械手表。那下面跟你呈现的就是这只表是300米防水的专业潜水表，所以它在表盘上面也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告诉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些资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表圈上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是夜光涂层，在12点上面这个倒三角形，从0到15，这15个它做了细微的小针，这是给我们潜水的时候在水底下的时候可以方便去知道说我们到底氧气还剩下多少。那其他从15开始一直到60，整个后半圈它就是每隔5分钟做一个标记，所以整个表看起来相当的大气，也不会说全部都做了一整圈，感觉非常的花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带，这表带我刚刚已经把它拆开了，它表带做了双色的设计，一个是亮面抛光，旁边做的是雾面抛光。这个亮面抛光跟雾面抛光，等于说他们在制造的工序上面完完全全的多了一道功法哈。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是做统一一样的抛光，只要一次性，那它这做了2次。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是大家戴手表的时候，它不光是一个只是看时间的一个工具，它变相的说这是一个首饰，是一个装饰品，也是对于说我们出去外面有些时候戴手表想要产生的一些效果，成了一个相对呼应的东西。就是我们戴这个手表的时候，你在不小心不经意在转手的时候，它会闪闪发亮，这是它这个设计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看起来的话也比较不平淡，也会非常的有层次。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表扣，它一样跟一般的手表一样，后面几节它有做螺丝，这螺丝是可以让你做符合每个人的手型、手腕大小而做裁剪的。它在这个位置还做了3个细微的设计，是因为这是运动手表，重量会比一般来的重一些。那大家戴这个手表的时候，舒适性相当重要，就是它可以针对这3个做微调，更符合你所想要的手型。那它这个扣也是相当的用心哈，我们可以看一下。浪琴的这个扣做的非常的用心，一般的手表我们看到的是针扣、蝴蝶扣，大部分都是一道防护措施。那它是潜水者，今天如果在水底下的时候，你不用说万一手表扣打开了，我还要忙东忙西的去做这个部分。所以第一部分我可以先从右边把它打开，打开之后这是第1道锁，然后再开第2道锁。所以这样才完整把手表打开了。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手表的防水是300米，所以我们也在后面它一样呈现到这个资讯啊，就是它这个手表是300米的防水。可是300米的防水不意味着说我们今天潜水就可以潜到300米，这个是静置情况之下，在测试的时候这个手表可以到300米。可是实际上我们下去做游泳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冲击力的。这在后续的视频我们会找一集专门来跟大家解释这个关于防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表面的玻璃，表面的玻璃跟一般的瑞士制的手表，基本上它的工法用的是一样的，
叫做蓝宝石水晶玻璃。那这个水晶玻璃就是我们一般如果用金属的东西去刮它的话，基本上不太容易造成刮伤。当然是你如果今天我要拿个钥匙或者拿个钻石来用力的去测试它，去刮它的话，它一样会造成刮伤的。只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不小心的碰触跟摩擦，不会有太大的刮痕或刮伤。这是蓝宝石水晶的一个特色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夜光功能，它在时针、分针以及每个时间的刻度表上面，还有它这个特殊的设计，我们要跟着它跑啊。这个棒棒糖的秒针，这些地方都有 superluminova， 就是夜光涂层。这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在阴暗的比较没有阳光的地方，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就每次我们在晚上把手表收进去保险柜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手表拿起来放在保险柜里面，它是相当阴暗嘛。当我们一放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个手表的夜光功能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这浪琴的康卡斯就是这个方面的特点，因为我手进来了，所以它这个颜色跟着这个调光功能，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表实际上的颜色是这样颜色的，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表背，把表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背，在后面，它最上面它写的是浪琴的康卡斯系列。然后它在旁边的这边，它有写这只表的编号，可是不是浪琴完整的型号啊。完整的型号的话，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保证书上面会有完整的型号。它这只是这个系列前面的解码，后面还有一些它是没有呈现出来。然后后面它接下来呈现的是这个手表的材质，手表的材质是 stainless steel， 是整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材质。另外一边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所呈现的是这个手表它的 serial number。我们讲这个 serial number 就是这个手表像是身份证号码一样的东西，就是每一只手表都配一个。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以后做后续的保养以及维修来讲的话，送回去浪琴，他就说这只表是我们做的，是什么时候出产的，它机型型号什么东西都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个寻找。这是后面是跟我们前面所呈现的一样，就是他跟你讲说我们这个手表是300米的防水。那大家比较好奇跟有趣的是，为什么它后面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翅膀？这个是相当有趣的一个设计啊。讲起来的话，这也是有个故事的。这浪琴当时在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相当有寓意的。上面的 EFC 代表是他公司这个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 Ernest Vansilian。后面的 C 跟这个圈圈代表是什么呢？是这个公司的意思 ，company。然后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翅膀跟沙漏这两个东西也相当的寓意。浪琴的翅膀象征着说它们不断的向上飞翔以及翱翔的意思。那沙漏代表的是时间流逝。所以以前我们知道，在没有手表的时候，大家都是用沙漏在看时间。所以这个整个图像的表示就是说，今天时光在不断的流逝，可是我们却不断的在向高处飞翔。这也是浪琴180多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的一个好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只表的正面，这只表跟这只表它完全两个就是一模一样，除了它表带不同之外。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表带，这是麦力纹的，外面摸起来相当舒服。然后它在里面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它在里面有做一些浪琴的雕刻。那两个表扣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双安全装置的表扣。然后它里面还有做一些比较宽的一些格纹，因为这个手表是运动表，所以戴起来的话服帖性会更好，就不会说滑来滑去、动来动去。毕竟跟一般的皮的表带比较不太一样。那这两只手表都是浪琴最新的颜色，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实物，非常的漂亮。就是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手表的。那这个手表呢，它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它都是2年的保固，全世界的保固都是2年的保固。那待会儿在视频的最后面，我也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包含说这2只手表它的型号。那大家如果喜欢想要去购买的话，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型号，在实际上网做一下其他的比较。那这个手表它有2个尺寸，一个是41mm。一个是43mm， 就是4.3公分跟4.1公分啊，这是表径的大小的差异。这2只手表相当的推荐。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浪琴运动潜水康卡斯系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订阅、点赞以及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我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手表最新的资讯以及最新的情报。有什么新的手表，我都会在这个平台上边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希望你们喜欢。拜拜。